一位刚刚开启新生活的独居女性被发现在家中惨遭被害，警方介入后，等待他们的是一个复杂的犯罪现场以及一长串的嫌疑名单。由于受害者的交友范围非常广，这给警方的办案制造了很多麻烦。历经1年的时间，警方排查了100多位嫌疑人，想尽了一切办法，但仍然没有找到凶手的任何踪迹。就在警方以为可能永远都抓不到凶手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线索给他们带来了希望。没人能想到此案最终会以这种方式得到解决。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新泽西州联合镇，这里位于新泽西州的东北部，距离纽约仅25公里，常住人口大约6万人，是联合县下属的一座城镇。主人公戴安·扎莱斯基出生于1955年12月1日，案发时54岁。戴安是土生土长的新泽西人，在一家律师事务所从事秘书工作。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一直没有组建家庭，大部分时间都过着一个人的单身生活。转眼戴安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看着父母一天天老去的身体，他突然萌生了提前退休的想法。2009年，戴安交纳了相关费用，办理了退休手续。为了方便照顾年迈的父母，他在社区附近买下了一处房产，安顿了下来。戴安是个非常注重家庭生活的人，他认为一家人应该经常聚在一起，于是在他的号召下，哥哥罗恩一家也都在这个社区里安家了。闲下来的戴安有了很多空闲的时间，他平时除了照顾父母以外，非常热衷于参加各种聚会。一方面他很喜欢热闹，另一方面他也期待着可以遇到一位能陪伴走完下半生的伴侣。可是谁也不会想到，这种美好的生活将会在他退休的1年后，因为一场意外的到来戛然而止。2010年11月18日，一个平常的周四下午，当戴安错过了约定看医生的时间后，他的父母开始担心他的安全。由于两家距离并不是很远，于是他的父母决定上门查看情况。当他们通过钥匙打开戴安的家门后，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非常血腥可怕的场景。只见他家的墙上、地板上到处都是被涂抹过的血迹。顺着血迹的方向，他们来到了地下室。在这里，他们发现了倒在血泊中的戴安。戴安的父母被这一幕吓坏了，惊恐中，他的母亲拨打了报警电话。接到报警后，警方和医护人员立即抵达了现场。经过医生的确认，戴安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被发现时，戴安下半身赤裸，内裤被盖在了头上。他的身上有多达10几处刺伤，脖子和手臂上还有一些反抗时留下来的痕迹。尸体不远处2瓶空的清洗剂表明，凶手在作案后对现场以及戴安进行过清理。来到1楼后，警方在厨房的平底锅里找到了一些未吃完的食物，吃饭的餐具被泡在了充满清洁剂的水槽里。经检查，这些餐具均被抹去了使用痕迹。整个事发现场没有发现强行闯入的迹象，也没有找到凶手留下来的指纹信息。除了厨房里的一个垃圾桶不见了，警方没有发现明显丢失物品的迹象。虽然这名凶手在作案后花费了很大力气清理了事发现场，但由于血迹实在太多了，他并没有打扫彻底。经过检查后，警方在卧室的地板上找到了一滴疑似凶手留下来的血迹。根据这些发现，警方有了初步判断，这名凶手的作案动机不是抢劫，很可能是性犯罪，大概率他是戴安非常熟悉的人。他知道戴安家平时没有人来往，所以才敢在作案后不慌不忙地饱餐了一顿，然后又花费了大量时间清理了犯罪现场。掌握了这些线索后，警方开始着手调查这起案件。第一步，他们首先对附近的住户进行了走访。有一位目击者表示，案发的前段时间，他经常看到有2个小男孩经常在戴安家附近踢球。他不清楚这2个男孩的身份，但他认为这2个孩子一定就住在这附近。经过多方面了解，附近的住户中只有斜对过一位邻居的家里有这样一个孩子。于是警方来到了男孩家了解情况。男孩的奶奶表示，住在他家的只有他的女儿以及11岁的孙子。案发期间，他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任何异常的现象，孙子在那段时间也没有外出过，所以他没有任何线索可以提供给警方。
经过核实后，警方确定了这位邻居的说法。考虑到这个男孩只有11岁，他不可能有能力完成犯罪，于是便排除了他的作案嫌疑。后续警方又扩大了搜索范围，针对该地区喜欢踢球的男孩逐个进行了调查。不过最终他们全都被排除了作案嫌疑。根据调查结果，警方判断在戴安家附近踢球的男孩只是恰巧在那里踢球而已，他们不论是年龄还是身体状态全都不符合嫌疑人的特征，于是警方便放弃了这条线索。案发的1周后，警方得到了详细的检测报告，其中尸检结果表明戴安是被利器所害。从伤口的形状判断，凶手使用的是一把剪刀或者是螺丝刀。作案后，凶手对他的尸体进行过仔细清理，上面的生物证据全都被洗掉了。法医没有在上面找到有价值的线索，只得出了遇害时间发生在24小时之内的结论。另外，血液检测结果表明，案发现场采集到的血迹与戴安的血型不符，确定是凶手在作案后遗留下来的。不过遗憾的是，凶手的 DNA 经过数据筛选后并没有匹配到相关人员，这说明凶手在之前没有被警方处理过。现在警方已经掌握了凶手的生物证据，接下来他们把调查重点放在了与戴安认识的男性身上。通过梳理戴安的人际关系，警方整理出了一份100多人的嫌疑名单。在对这些人逐个问话后，一名叫麦克的可疑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第一次对麦克问话时，他坚持否认认识戴安。由于没有任何证据，谈话结束后，警方便让他离开了。但后续在对戴安的私生活调查后，这名叫麦克的男子再次出现在了警方的视线中。据了解，麦克不仅认识戴安，他们还曾在20多年前谈过一场恋爱，当时两人的关系非常亲密，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最终戴安向麦克提出了分手。事发的1年前，两人再次相遇，还没搬家的那段时间，戴安一直租住在麦克的公寓里，直到搬家后他们才减少了联系。鉴于这些新的发现，警方决定再次找麦克进行问话。第2次审讯时，麦克仍然坚持一开始的说法，他坚决否认认识戴安。看到麦克始终不愿意说实话，于是警方换了一种提问方式，询问了他在案发期间的不在场证明。麦克说了一大堆当天做过的事情，但他始终拿不出可靠的证明。出于这个原因，警方向他提出了采集 DNA 的要求。经过考虑后，麦克答应了。通过对比凶手的 DNA 信息，警方得到了一个遗憾的结果。虽然麦克一直谎话连篇，但他与凶手的生物信息完全不匹配，于是警方把他排除了嫌疑名单。案发的3周后，警方得到了犯罪实验室发来的调查报告。分析人员利用最新技术，成功在戴安的内裤上提取到了男性的体液。DNA 图谱显示，体液来自戴安的亲哥哥罗恩。这个结果让警方感到非常意外。作为戴安的家属，罗恩从来没有被警方怀疑过。经过仔细分析后，警方认为罗恩确实符合嫌疑人的所有特征。首先，他们是亲情关系，进入戴安家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罗恩非常熟悉戴安的生活规律以及家里的情况，作案后没有着急逃跑，并且还饱餐了一顿，这件事情放在罗恩的身上也就非常合理了。其次，罗恩在当地从事公共垃圾处理工作，他可以在不引起任何人注意的情况下悄悄处理掉戴安家的垃圾。如果他不是凶手，体液怎么可能会出现在戴安的内裤上？所以警方认为一定就是罗恩干的。随后他们马上对罗恩采取了强制措施。坐在审讯室里的罗恩在得知这个情况后，下巴都要惊掉了，他连忙否认这一切不可能是真的。面对警方拿出的证据，稍作回想后，罗恩做出了解释。据他所说，他们之间的兄妹关系一直相处得非常好，两家的距离很近，他们几乎每天都会见面。案发的前段时间，戴安家的洗衣机突然坏了，所以戴安经常会到他家里洗衣服。罗恩认为一定是他带有体液的内裤不小心和戴安洗干净的衣服混到一起了，所以这才导致了这件事情的发生。罗恩的解释，警方明显是不会相信的，他们不认为会有如此巧合的事情。验证真相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的体液与凶手的血液进行 DNA 对比。几周后，警方拿到了对比结果，罗恩的 DNA 与凶手的 DNA 信息完全不匹配。截止到现在，警方已经排查了100多名可疑人员，想尽了一切办法，
但仍然没有找到凶手的任何踪迹。随着时间一天天的流逝，案件的调查逐渐陷入了停滞。2010年11月，戴安遇害的近1年后，警方又将此案重新提上日程。他们决定利用即将到来的1周年纪念日，对戴安的案件进行全面报道。警方的计划是通过公开部分犯罪细节来给凶手制造心理压力。当这天到来后，电视、报纸以及互联网上到处都是关于这起案件的报道，以前从未披露过的细节也首次展现在了公众面前。1个月的时间里，警方接到了很多线索，其中引起他们注意的是一位来自波士顿化名叫安妮的女士提供的线索。据安妮所说，3年前她通过网络聊天室认识了一位男网友，这位男网友自称叫内森，来自新泽西州。尽管他们从未见过面，但通过几年的网络接触，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以前他和内森的聊天内容大多数都是一些开心的事情，但最近他感觉内森的心情有些低落，他总是会说一些非常奇怪的话，例如警察掌握了他的 DNA， 他非常担心自己会被抓走之类的。一开始他并没有在意，只是简单的以为内森可能在生活中犯了一些小错误，但这个话题聊多了，他就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了。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在搜索栏里输入了新泽西州谋杀案这组关键词，结果跳出来的第一个就是关于戴安案件的相关报道。通过阅读这起案件的事发经过，他认为内森所说的事情可能就是犯下了这起残忍的案件。得到这条线索后，警方马上赶到波士顿与安妮见了面。在征得安妮的同意后，警方拿走了她的个人电脑。通过分析整理2人的聊天内容，警方也认为这名叫内森的男网友非常可疑。在对他的个人信息调查后，警方发现内森这个名字其实是个假名，他的真实姓名是阿内尔·伊尔伍德。时年24岁的阿内尔是一家地毯公司的安装工，他平时活跃在新泽西州，是一个居无定所的人。警方对这个姓氏并不陌生，他们甚至还到他家调查过。还记得开头说过的那个踢球的小男孩吗？男孩的奶奶是阿内尔的母亲，他和男孩是叔侄关系。前面目击者所说的那2个踢球的男孩其实就是阿内尔和他的侄子。虽然阿内尔是个成年人，但他的身高只有1.5米，体重仅仅50公斤，平时的穿着打扮看起来几乎就是一个男孩的模样。也就是这一点让目击者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掌握了这些线索后，警方决定对阿内尔进行审讯。可是当警方来到阿内尔的家时，他的母亲却表示阿内尔平时不住在这里，他也不清楚具体的下落。很明显，阿内尔的母亲不愿意配合警方的调查，于是警方使用了一些技术手段，对阿内尔的手机进行了定位。通过定位地址，警方顺利找到了他。被带回警局后，阿内尔表现得有些若无其事，他声称案发时他根本没有在当地。虽然阿内尔坚持否认这一切，但他并不知道此时的警方已经掌握了相应手续，他们可以不经过同意直接采集 DNA 信息。通过 DNA 对比后，警方确定阿内尔就是残害戴安的凶手。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他终于放弃抵抗，坦白了这一切。根据阿内尔的说法，他平时除了有事以外，很少会来母亲的家。刚好他在回家时就碰到了新搬来的邻居戴安。为了表示友好，阿内尔主动向戴安介绍了自己。有了这次经历后，他和戴安就慢慢熟悉了。平时空闲的时候，他会帮戴安做一些修剪草坪、打扫院子之类的工作。作为回报，戴安也会支付给他一定的费用。一开始，阿内尔只是想从戴安那里赚一些钱，但相处的久了，他的内心就产生了一些邪恶的想法。他经常会幻想与戴安发生一些亲密的事情。案发那天，阿内尔在打扫完院子后，被戴安邀请进家里休息一下。当房门关上的那一刻，阿内尔再也控制不住了，他一边哀求戴安，一边对他动手动脚。戴安对这个行为感到非常吃惊，缓过神来后，他开始激烈反抗。在2人扭打的过程中，身材瘦小的阿内尔很快落了下风，于是他恼羞成怒，抓起一把剪刀就刺向了戴安。作案结束后，他把戴安拖进了地下室，准备实施侵犯，但出于某些原因，他没有成功。事后，阿内尔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花费了很大力气清理了犯罪现场，但由于工作量实在太大，他还没有彻底打扫干净，肚子就有些饿了。阿内尔知道戴安家平时没有人来往，
所以他不慌不忙地为自己煮了一份食物。在吃饭的时候，他甚至还在戴安家看了一场电影。酒足饭饱后，阿奈尔简单收拾了一下戴安家的垃圾，之后他大摇大摆地离开了这里。2012年，戴安遇害的2年后，阿奈尔因谋杀罪被提起指控。由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很快陪审团给出了一致的结果。最终，阿内尔·伊尔伍德因犯有谋杀罪被判处30年监禁。服刑结束后，他将被遣送回家乡特多共和国继续服刑。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